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Nick Easy 的频道。我是 Nick， 也欢迎来到我的电影学堂。那今天呢，我很开心的跟大家宣布，就是我计划准备了一个新的一个教学系列。那这期视频呢，也就是这个教学系列的第一部视频。这次的教学呢，会跟以往的或者其他你看到的那些相机的云台啊、稳定器的那些教学视频都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在这个系列中，我的教学专注于就是最极致的带有叙事目的的运镜方式。很多时候呢，你们是不是都在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就看到那些很厉害的好莱坞电影的运镜画面啊，是不是都有在考虑，就是他们是怎么拍出来这个镜头的？看上去难度非常非常的高呀。Whoa, how did they do that? 那所以呢，我就准备了这一个系列的教学视频，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我就会来教会你，就是我们可以如何一个人就用我们自己的相机和自己的这个云台稳定器，就能去模仿出好莱坞这种大制作电影里面的这些运镜效果。看完的你就希望能学会到，就是其实很多这些镜头难度并不高，真的只要有一个云台就都能搞得定。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如何把这些运镜放在什么样的画面里面最合适，就达出什么叙事样的作用。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干货满满，也希望你能3连关注我了，这样子这个系列以后视频呢，你都能追着看，大家一起学习。那当然了，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是我最新的一个云台教学的这个系列视频，那就意味着这里面这些教学呢，都是我云台教学中最进阶的一些教学，而且是非常专注于这个电影中的叙事的。所以如果是初学者，我就建议你们可以先从我的第一部云台基础运镜开始学起。那我会把这些链接呢放在这个视频的简介里面。好的，那第一个运镜呢，我就管它叫框中框，也就是 frame within the frame，就是运用你环境里面的这些框架来制造出一个就是在你的画面构图里面的多层构图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我们用这个云台就是从这个框架中穿过。那这个框架的选择自然而然就是非常非常的多样化。比方说呢，我们可以用车窗来做一个框架。那一个很常见的电影画面呢，就是我们跟着一个角色走到他的车那里，然后当他走进车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人物越过这个车窗，然后这个相机呢也就穿过这个车窗进到车里，就好像是这相机就跟这个人物坐在他的旁边一样。那这样子呢，我们能保证的就是当他在启动马达呀，然后开车的时候，这些动作的时候呢，我们的相机呢也能一直跟着他，也就起到一个就是一镜到底呀、无缝衔接的这么一个效果。再然后呢，当然只是开个玩笑，我们都没有事，放心。不过呢，你看到就是这个呢，又是一个就是我们用这个相机云台稳定器能拍出这种电影中一镜到底的效果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用这相机确保着一直跟着角色，确保整个过程中，就算是这个角色在做一些繁琐的事情啊，相当于就像是这个启动马达呀、打火呀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这整个过程都没有裁切。这样子呢，在最后的这一个突然发生的这个事故，也会给你的观众就是产生更大的震撼感。Look out! Jesus! Go! We're gonna make it. Come on, we're gonna make it. I'm not gonna make it. Back up now! Go!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要确保云台的上下轴是保持稳定的，要不然这个在推进车窗的时候，这画面就会变来变去这样子的话，这个车窗的这个框呢，也可以保持水平。然后跟着角色走进车的时候呢，从车窗这样子推入进去。要注意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把我这边的这一边的车窗全部摇了下来，这样子呢，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也可以放心，就是不会去拍到自己的倒影。那最近呢，我选择使用的云台呢，就是这个。Ladies and gentlemen, AK2000C Feiyutech gimbal. By the way, I didn't hit anything. We're okay. I'm Thank safe. you for clarifying that. Yeah, just want everybody to know because I'm important here. So. Yes, you are totally. Yeah. Okay, all right. Well, Professor Nick is thank gonna you. keep teaching you. Well, thank you, Yeah. assistant. Goodbye. Continue. Go away. 是最近我选择使用的云台就是这个来自飞宇科技的这个 AK2000C。
那其实我喜欢它最大原因呢，就是他们这个上面的这一个阿卡的这个快装板。那这个设置呢，就是在让我在拆卸这个相机的时候啊，就是非常非常的便携。这个 AK2000C 这个稳定器上面呢，还有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触摸屏，所以呢，有什么设置啊之类的，我们都可以直接就是在这触摸屏上面调节。那调节设置呢，就比方说像是在这个拍摄这个推入车窗的这个画面的时候，就像我之前说的，为了确保这个稳定器不会乱动，我们就要保持这一个稳定器中的上下这个轴是固定的。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云台呢调节成这个横向的这个2轴模式。那这个很简单，就直接就在这上面这云台的触摸屏上面调节就可以了。那这样子呢，就可以确保就是在窄小的空间往前推进的时候呢，这个云台上下轴也会固定住，这样子相机啊也不会上下到处乱移动。那当然了，这个方法呢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用法。比方说呢，我们就是可以不跟着这个角色走进这个车，而是就是首先展示出这个车开过来的这么一个宽镜头，然后呢，等到车开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再用这个相机的稳定器穿过这车窗去展现出角色到来。这样子拍出来画面呢，会给这个人物一种很帅气的一个介绍的这么一个画面。那在好莱坞电影里面，就好像每次都是英雄到来啊，或者救世主到来的这么一个感觉。那我们呢，也可以用这个门框来拍摄。那像是那些很多好莱坞的大导演，像是 Paul Thomas Anderson， 在他的这个电影 Master 里面的这个画面里面一样。我们这相机跟着人物的行走，或者像在这里面跑动，穿过了这个门框，在画面里的构图呢，就会带来一种就是从这个狭小的空间走向宽广的空间，或者是从黑暗的画面走向光明的画面的这么一个感觉。那反过来呢，当然就会有相反的作用。或者呢，我们可以就是比方说在拍摄任何这个建筑物的时候，用这个镜头呢，都可以让观众就是事先看到人物所在这么一个环境，然后呢，我们再这个将这个云台穿过这个建筑物，形成这个框架，然后拉近，就是介绍出这个角色当时的动作。那有一个干货呢，就是这个效果最好呢，就是像我之前说的，运用宽镜头，像是24mm、35mm。因为呢，我们想在画面里面就是当然就是把那个环境周围的这些边框啊和中间的角色呢，全部都一起展现出来。所以说，就是宽镜头的焦距就是最适合不过的了。Spoiler alert, the next thing he's going to talk about is how to imitate Hollywood's dolly crane movement. And he's going to use the example of High Noon, the movie, which that movie is actually my parents' favorite. So it's a good example. Yeah, so enjoy. Have fun. 好吧，是第二个运镜呢方法，就是我们去用这云台仿造这个大制作电影里面的吊车啊，就是 dolly crane 啊，载动车啊，这么一个效果。那就是像是在这个经典电影好莱坞经典电影这个正午的这个镜头里面，我们就是先集中在这个警长 Will Kane 的这个人物的脸上，展现就是给观众他的人物的面部表情和当时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吊车再拉着相机，就是边往后又边往上的这么一个运作。观众呢，就是能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展示出来的是这个警长只身一人站在这个广场里面。然后在这个故事情节里面呢，就大大展现了就是警长在敌人到来的时候，却只能这个孤军作战的这么一个形态。那现在呢，我们就只需要用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这个相机稳定器，就能做出当时需要一整台吊车才能完成的这么一个效果。那要注意的就是呢，在做这个效果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就是抓住这个云台下面的这个脚架，这样子我们当这个上到最上方的时候，这个高度呢还是可以就是有更高的这么一个角度。那飞鱼云台脚架呢，其实是我用过的稳定器脚架中最长的，所以就是拍摄特别是这个画面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实用。那就甚至呢，我感觉都不需要再去用这个其他额外的这个延长架。那所以呢，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将这个云台调到这个锁定模式，然后呢，将这个相机就是从近拉远，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个第一期的这个教学中的这个 pull back 这个动作有点像。
不过在这里呢，我们还加入了就是另外一个动作，就是将这云台边往后拉边上升的这么一个动作。那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就是将这个相机一开始就把它摆在一个特定的，就是从高往下的这么一个角度，大概就15度或者45度左右，大概就可以这样子拿着。然后在边向后移动的时候呢，边将这个稳定器抬高，然后就保持着同样的这个角度。然后呢，我们就运用上面这个轴，慢慢的就是往下拉。那要注意的就是呢，这个动作呢最好也是运用一个宽镜头，这样子呢拍出来的人物周边的这个环境呢也能被展示的就是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庞大，从而呢增进这个人物的当时的这个孤立和这个无助的感觉。OK， 那以上呢就是我这个稳定器电影运镜方式的教学系列的这个第一步。那希望呢这个教学视频呢也可以告诉你，就是想要拍出好电影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有了好莱坞级别的器材了，需要的呢就是我们的一点点的小创意，我们呢也可以拍出大片级别的画面。好的，就是如果想要继续学习的朋友，就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我是 Nick， 我是 Nick， No， 我是 You're Nick，I'm Nick， 我是 Ezzy， 我们下期再见。下期再见 ，Goodbye。 Do you feel a weight on your shoulders? Yes, I feel much all the pressure. Whew. It's not easy, guys. It's not easy to be a I will push it down. what you call A videographer. Bye bye. Bye bye. Farewell. Just kidding, I'm back. Nick and Ezzy vlog time. Ah. Perfect vlogging setup right here.